最後一場的話也是2场比赛的一个点吧。这首冒险家的选点古诗跟冒险家都是一个找一找这边小果冻的一首冒险家了。那现在进入到第5人格的 GR 对阵成都狼队的比赛啊，是本场的解说初夏，我是本场解说一文。来看一下这边年景是直接过来找冒险家，但看这个耳鸣，嘗試一下，哎，断掉了。看一下36米範圍，應該是往木屋方向走，沒問題，排到了。大概方向是對的，可是這個人究竟在哪兒？我說實話，這點不太好排，因為太多的草了。而且木屋位置也有人，這邊密碼機的進度已經很多了。然後還在排耳鳴，2個點，36米的範圍。覺得要不直接去追一下其他人會好一點。對，想想沒找到，應該是要奔着這邊木屋的棋子去了。但是大副他也要先苟一下，其實到現在對於年景來講也不太確定，人的一個具體位置啊。過來補一個窺視者，看一下過板直接給一刀。但追大副的話，其實對於球生來講非常能接受。我前一個懷表一搖的話，我牽制的時間是非常固定的。對，然後你看大副這個時候還可以往年景上面衝，往他身上靠，這樣的話還能再保一手外圍的那手冒險家。對，不過這把就是冒險家確實沒有辦法牽制，因為他整體想要拉點的一個位置啊。應該是在牽制的一個路徑上。對，小明這邊很穩，把第3段表搖出來，再拖一段時間。他知道自己可能下一個籠子一定要倒的，所以盡可能多拖一點時間可以了。不過密碼機的話，其實整體是2台。不過冒險家在掛上以後，應該是能直接挖出來一張書頁的，所以說將近3台，再加上大副也比較耐做。這局其實對於雙方來講都是一個比較軍事的畫面。主要也是前期冒險家跟大副2個人相當於是追1趕1了，2個人2雙手都修不了機子嘛。但另外2個人的一個起修速度也比較快嘛，加上就算你後面有人上移，冒險家挖書頁的速度也比較快。就看小天這波救援了，小天這個位置算是有點被攔到的味道。對，已經是有點被攔了。後撤先逼一波路易，強拆，但強拆出來的這個位置其實不太好，我覺得可以先鑽完之後再拆。看一下第2段路易交出來，直接打。那另一邊是選擇讓小果凍過去救，小果凍是純化險唯一的天賦啊，一點牽制天賦不帶。這邊有點極限，要不哎呦過半了，很糟糕。對，主要還是這一波救援其實耗費了球生很多的資源，我是2個人一起來並且過半了。對，對於年輕來講，這個節奏非常好，看一下能不能悶到，不能悶到的話就去走到籠子邊緣，把籠子拆了之後等一等。對。或者就等他那個懷表效果結束。對，等小明這邊懷表結束之後再這樣追就可以了，畢竟追的是一個過半的白板。而且本身他剛剛也是在化險為夷時間之內啊。那現在的話，其實第3段是已經搖不到了。看一下外圍487給到小天一個暖雨去把狀態打回來。對，就看這邊小明能牽制多久了。已經是不太好牽制了，因為道具已經交光了，而且狀態也是掉的比較多。對，這邊年前還非常細節，把雙十一這塊2塊板都清掉了。是的。這樣的話，雙十一這個點位對於球生來講就不能再進了，因為再進基本上就是直接被秒的一個結局。直接變成了一個空地的地形。那這邊也是在這台密碼機的位置插個眼，掛飛之後的話，球生還是會差一整台的密碼機的。對。另外2台離得都比較近，都是小木屋以及海側的密碼機，還是比較分散的。而且球生這邊也是很有先見之明，直接2台同時開修了，看你管哪台，2個人狀態都非常好。對於年前來講，剛剛的通緝到的是小天，如果通緝到小果凍的話，估計直接去找了，因為化險為夷的話，要麼就是純化險為夷，要麼就是沒帶回光返照。看一下另一邊再拆一眼。小果凍主動暴露自己的位置，出來要強行牽制了。但他本身是一個半狀態啊，所以牽制壓力應該是很大的。過來直接秒。對，一旦找到的話，就沒有什麼牽制的說法了。對於年輕來講，密碼機是可以給你的，我臉上只要把這手冒險家壓住就可以。畢竟冒險家帶了化險為夷，就意味着他可能沒有回光返照，或者說純化險為夷沒有牽制天賦。對，在看門戰的時候，我是比較好針對的一個點啊。再補給這個位置可以消耗一下小天。直接打也是相當於逼了他一次的變身。但還是給了一點距離，這波距離算是有點虧，然後再起一波籠子才行。看一下這個時間，不急，要打針對。這道還是輸了。而且這波也是有化險為夷的救援。所以說年景這邊打算直接去找一手木偶師的一個節奏，因為本身這樣的一個壓機的位置的話，其實大家是沒有辦法第一時間貼門的。對，尤其是木偶師，他是主動到了大門這個位置。如果說在這個位置被秒，可能後面的門到時候一個底牌切傳是能夠卡得住的。對。
啊，这邊擊倒的速度非常快，那邊487也不敢去點門，因為他壓的是海側的密碼機啊，離小門非常遠。對對，這裡直接倒在大門的話，我是可以直接排到這邊是沒有人的。是的，年輕也清楚，現在假定門口是有一個，中場是一定會卡一個的，看年輕中場這個人能不能找得到。487的位置倒是比較神秘，求生者這邊是沒有點門，倒是沒有想到。但年輕這邊也比較穩吧，他的一個底牌是沒有切的，對他要先去排一下，也很多，對。過來先看一眼，這邊風車也沒亮，確定小船的方向是大概率沒人的。看一下切傳送，傳送直接傳門，有點糟糕，門口沒有人。果凍其實也沒有貼小門特別近，那這樣487那邊是可以把小天給救下來的。對，這把非常神秘。你看小果凍這個位置有個耳鳴，但這個耳鳴不太好排。雙11這個位置太空曠了，要排的話要拖很多時間。年輕也知道那邊要救援，所以立馬趕回去。運力72趕是趕得來得及，但是落地之後不一定能秒。這個門還是點不開的，因為已經差不多是要趕到這邊了。對，小天這個位置手裡還有一次路易，要看一下詩句能不能頂刀。直接變了。那這樣的話，大概等一下你的一個變身時間就可以了。這個位置還是要倒，另一邊的門也僅點一半，到時候走地窖應該也能走。看487的選擇應該是要選擇衝門。對，因為你交了道具以及過來大門這邊是交了很多願力啊。所以說已經不太可能趕到小門了。對的，這一局看門戰的時候，年輕秒人秒的確實是非常不錯，但是求生者這邊運營還是更勝一籌啊。這手冒險家以及氣象的位置，說實話年輕很難去摸出來。對，兩個人對於比賽場上監管後面要做的一些選擇是很有經驗的，提前預判到了。兩個人卡的位置都是你找也找不到，交了技能都是的話，我這邊是一個雙控的階段。這個選點寵愛選在3人中各啊，看看會不會是全限制。對的。那麼進入到第5人格項目成都狼隊對陣 GR 的比賽，我是本場解說伊文，是本場解說初夏啊。那也是14人已經到了2楼，不過卡夢是在那個缺口去卡了一下寄速。但落地這一噴吃到了47的侵蝕度。看一下，先要去門口再去干擾一手。對，想直接掉到海邊，然後本體這邊追擊，不過卡夢的一個點位拉的也是比較開了。對的，這局卡夢應該是刷在1樓，然後把娃放外面之後，然後再自己開始跑圖。對，這樣的話相當於開局是4個人都在破1嘛。修得很快啊這一把。寵愛這個位置也不太好開刀。看一下追獵起來了，追獵要配合閃現，這個時候卡夢得走了。卡夢在這繞的話，倒是閃現很容易打震懾。能進到這個板，飛輪的閃現直接打，我覺得這刀可以嘗試抽刀啊。但不過也是65的一個侵蝕度，可以嘗試秒了。後面只要一組本相命中的話，就是可以擊倒的。對，就看一下這波落地能不能噴中了，噴中就基本上是要倒地了。但你看這個密碼機修得好快啊！對，非常多的一個進度。卡夢也是不急了，我就直接倒給你看，我只要娃娃还在外面能正常破1就行。是的。剛娃娃還把陶片拆掉了，然後這樣的話還把隱患去除掉，非常不錯。你剛剛追擊的時候是已經把14人給調過來了嘛？所以說你現在娃娃那台密碼機是管不太到的。如果說你一會兒要有精力去處理那裡，那我這邊的一個救人位的壓力會小一些。對的。初夏，你会发现這2把求生者都沒有嘗試去卡觀眾效應啊？就感覺在牽制上，我只要牽制的夠，就不需要去卡了，我直接趕緊猛猛修就可以了。這樣打守墓人已經上來給壓力，氣象要保一保守墓，看看守墓會不會把狀態能保住吧。兩個人打一波配合。看一下這個位置，氣象要來，氣象也是純化解。這個位置直接悶了個震懾。那這樣的話，就是對於監管來講，節奏就會好很多了。對，而且打了一手守墓人的狀態。對，侵蝕度還占到守墓人便宜了。到時候回頭處理一下娃娃，看一下機械師。娃娃提前拉走了，已經出圈。機械師身上侵蚀度還是蠻多的，這波吹掉娃娃之后，對于穷人來講就有點崩盤了。但看一下寵愛吹掉娃娃之後，能不能把2手就續上吧？應該是要回頭去把阿策掛上了。其他的那個位置現在都是比較清晰的，守門人剛掉了狀態被你趕到海邊，然後機械師拉的一定是非常遠的，而且他上過掛。對，最重要是吹掉娃娃之後，機械你看他現在機械玩偶他不多了，對，基本上是一個廢人了。而且你剛剛是在掛機械的時候知道赤紅他那個位置，但這裡的話偷了一手人。對，飛輪加上化纖維，直接把人強扯下來。是的。寵愛沒第一時間預判到，那有點糟糕。這邊要管密碼機的話，赤紅是沒什麼壓力，本身是一個滿狀態。然後外面海邊還有半台遺產，到時候可以再打一打拉扯。這局對於窮人來講還是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平面的。
看一下下一个闪现要正好。需要赤红这边去过来看能不能尽量多拖一点时间啊。但看求生者这边的一个动作，赤红应该是要修完再过来看能不能再保一保了。海边应该是直接开修，对。那这里救人压力很大，因为你是一个笨状态的气象学家。看阿策这边要怎麼救吧。點了一手層雲，這手很難救啊！現在監管手裡有閃現。赤紅也得過來吧？感覺這樣的話應該是賣掉了。對，應該是要準備賣了。赤紅不過來的話，阿策基本上是救不了的。看一下密碼機，壓好，極限壓好，打一刀98、99，可以亮起來，可能救還行。華絢薇再套出來20秒拖夠可以。還放了一個娃娃。對，但是沒關係，多拖你一個擦刀嘛。這把平面非常大，看寵愛這個伊瑟人怎麼教。先封門也 OK， 提前做好預判了，說二掛機械的時候就已經調過去了。但另一邊守墓得去騙逃騙啊，因為只有守墓人能扛小門這個壓力了。但守墓人，你看這個位置是走到中場，應該是要往中場去卡。這邊主要掛完機械的話，還需要一段的時間啊。它倒的一個位置都是讓你掛的很久的一個點。對，海邊的地窖，赤紅應該是要準備衝地窖了，看一下來得及嗎？小門這邊有飛輪，有點管不住了。是有機會能走的。對，看一下飛輪效應要不要衝一波？56的侵蝕度非常安全。寵愛手裡有閃現。看一下這個距離來得及嗎？有飛輪，有飛輪，追獵起不來，距離很近。看閃現，能閃到嗎？閃到打出來了，能掀起來嗎？問題是，快有爬，走掉了，3跑，我的天！這樣的角色都還是在上方，對，沒問題，都出來這樣的一個技能 CD 的。對的，那麼進入第5人格項目，由成都狼隊對陣 G2的比賽，我是本場解說一文，是解說初夏。那現在的話已經進入到了一個追擊節奏，還摸了一下密碼機啊，我增加了10%的一個進度。對，來看一下這個位置。逆技是提前消掉了，看一下到時候逆技能不能快點回來。其實逆技這個角色那個設計，我覺得還真的挺不錯的。你越早消失逆技，你就有越快的 CD。對。看這個位置，雷直接逼走位。啊，逆技已經續出來了。一波升人手杖把逆技提前交出來，再騙了一波走位。哇，這個身位拉得好開啊！他的手杖是往墓地去扔的，但人是往小門跑的，還是騙到了。對。然後還給自己逆技又拖了一波時間。你看這個位置再逆技出來，時間還能再拖。判斷不出來他的位置的，對，只能知道他大概的一個方向啊。這一波我估計就只能等他逆技結束，然後去看能炸到了。阿策這個位置逆技應該要結束了，要露出來了。再補一波雷，連中過板刀沒打到。他在板子後面。雙彈飛輪的法羅，看一下這個位置，飛輪要不要？他這波有沒有機會去秒？哦，飛輪，我連實體刀都沒吃。對，這邊還有塊板，下來還能溜。已經3台了，那感覺他靠自己就能把這個 CD 給續出來。對，尤其是這個位置，你把他技能吃出來之後，他下一波逆技馬上又要好了。對，而且這裡還交了個板彈。距離拉得非常開，又沒炸到，逆技那馬上要出來了，有點追不上了。逆技一出的話，遙控雷也不太好扔了。對。哇，真的好神秘呀，太難找了。看一下這個雷又沒連中，又進入到了一個隱身的狀態。雙彈再交出來還是一個安全身距，好難追。遙控也沒悶到，壞。遙控空了。看這個香薰手杖有沒有能不能堵到？堵到了，能看到，還行。對，還是拉開了一定的身位的。對，至少沒虧身位。這個位置應該差不多是要準備倒。哦，再摸一下這台密碼機，又加了10%。你別說阿瑟邊溜還邊修了20%。對，別的角色做得到嗎？做不到，只有阿特的法羅能做得到。那看一下，等上乙的話，密碼機都已經差不多了。啊，第4台、第5台都已經在路上了。對的，這把求生者要是打得穩健一點，我壓滿就，也能穩。對，壓滿有華絢薇也夠了。通緝到了傭兵，2台密碼機都已經過半。對，這個時間倒是來得及的，因為你想看法羅椅子上20多秒，密碼機能夠破到50、60，你要傭兵來這樣救一波，不吃震懾穩定是夠的。然後法羅往角落倒，大門只要有人貼就行。哎，小帥直接過來卡辦，哇，無傷救了，一點機會都不給啊！G2求生者打得好兇啊！你就會發現寵愛這邊還在塞雷呢，突然人一下子就跑到小門那邊去了。寵愛剛剛還想看能不能快速去給這個法羅多上點雷，趕緊對，然後炸過半。眼裡一直在注意傭兵的一個位置，因為那個位置很容易一個護腕彈過來嘛。對。所以說沒有注意到後面還有個人跟他進行了一個換位。那這一波的話，我直接貼臉秒救都可以了。這一波真的是密碼機夠了。對，而且還有人能夠貼門。你看傭兵摸了個什麼？摸了個機械玩偶，說是。就不知道他放到哪裡了呀？還沒有。
看这波打一刀沒震懾，那穩定化纖維掏出來。看一下雙殘飛輪的法羅，這個位置還能牽制，哇，又有逆擊。對啊，下來就有這個逆擊，這個時間就是給你硬拖的，本身就有化纖維，而且你現在還沒有給我打到紅圈。對，這個位置他把護腕給他了，還是到一個安全身距，看一下這把有機會能震4嗎？他得躲，哎呦，他得飛輪躲掉，然後護腕彈出去才行。但是飛輪這個時間沒預判好。對。但對於你看 JR 求者來講，這把的運營實在是太好了，還是一個比較穩定的一個三跑。對，因為其實，在掛上以後點小門的人都已經準備走地窖了，但是一看你這邊船走了，其實他走門走地窖都可以了。也是沒什麼太多的。對，又回去點門了。幫幫吧，畢竟小短腿他傳過來，只要這邊沒攔住，對，哪怕地窖在。哦，又點門又走地窖啊，那這把分加的很多了。是說。真攔不住，說是。是的，就是有點說卡莫在小門想幹嘛幹嘛。那這樣的話 ，GR 的求生者在第2回合上半場又拿到。對，哎，我覺得這個也可能要去進行一個 BO。我是解說出槍。來看一下年景，這個追擊的方向是小果凍，看看臉上是小天，小天是主動站出來牽制的。對，他身上已經有一個紫火了。看這個紫火，第一波封窗沒封到。哇，你看小天天賦也是雙彈飛輪。的，不過這波的話就是一趕了2個人，因為小天跟果凍的一個位置比較近啊。這個位置也進圈了。看一下密碼在修要不要追右手的小果凍。他會有一個野火生成，不過果凍的話也會有一個高噴。還是規避掉了，身上是帶着這個火的。因為有高低差，所以這個紫火一定會跟上去。對，那看一下這波能不能命中啊？這個位置小果凍這波轉點是非常好的，因為他一旦往左邊走就要被架住。好了，頂掉了，那就沒辦法。飛輪交掉，第一波算是扛住了，而且第2波紫火跟的雖然也會快，但是有 CD。又有一個拉火 CD。沒有那麼快，看這個閃現，你敢翻嗎？再騙翻。直接交了背包。那第3段噴應該是方向，哇，剛好躲掉了。對，那還是吃了一個實體刀。那這個牽制就不好說了呀，很穩了呀。對，已經很穩健了，他都從墓地溜到這邊中推的一個位置了。但也是前期由於1追2的原因，密碼修的不算特別多，這個位置可以閃。但是預判了，你知道蓋了板之後你可能要閃現，所以我蓋板第一時間我就交了道具。火再補上來，打一波交互火也沒問題。對，只要你有一個蓋板相紙。看一下有沒有地窖，哦，有沒有地下室？沒堵到地下室，地下室在小房，那就只能掛到中場看一下能不能驅趕一下中場的小迷。但是因為是逃脱大師啊，我可以把椅子給移走，完全不怕呀。過來撿一下樹枝，而且另外一邊應該是487先來救援，他已經貼到椅子附近了。因為你暴露了是閃現的技能，所以說這波救援也沒有很大壓力了。其實看一下年景這一把的愛哭鬼傳度是有的，尤其是你看他這個樹種的，種在了一個離椅子比較邊緣的位置，這樣的話火能直接生成在椅子旁邊。打一刀。看一下底牌已經切成傳送了，把槍打出來，飛行家手裡沒道具，前面這個位置應該是沒紫火，得要走比較遠才會有紫火跟上來，對的。遠程的這個火還是比較難拉的，對，因為球商有太長的一個時間去反應了。對，而且你本體是沒有給到壓迫的，這個位置一旦躲掉火，你本身沒給壓迫就很好躲了。對，這邊的話再來配合一下。再補一件，看一下這個位置，加速帶上來。不過手裡還是有火，其實可能都不需要。轉不過來，這個角度不太好。一刀就可以了嗎？哦，這邊還能再來保，幫一下。龍骨功加上秘弩，再暈一波，看一下這個位置有角度嗎？有角度，哎呦，差點躲掉的。对，本來已經是往旁邊去晃了。對，沒事。拉了一個加速帶的話，那牽人的速度是非常快的。2秒鐘的 CD 剛好被躲掉了。是的。手裡底牌已經切成傳送，得要去肉身管一下487的密碼機才行。那小天就在臉上貼着，沒辦法，得要去壓迫一下。是的。而且椅子的話也給你換到離密碼機更遠的一個位置。而且這個點位你還不好種樹，你得等他出圈之後才能種樹。看一下，選擇讓小明過來救援。小明有被動，應該還是比較好救的，畢竟愛酷鬼是個雙刀啊。被動打出來，然後往前面的話。沒有紫火，沒有火哦，有紫火，看一下紫火。打到了針對。那這樣的話，密碼機不太夠，因為有一個換位嘛，那台55的密碼機是沒有辦法亮掉的。所以說應該是能夠做到一個
開門戰線建員，對，然後小天小天主要也是離得很遠。如果說小天跟空軍的位置換一換，可能小天到時候密碼機修过量過來再保一件，說不定能拖出来。但在墓地的話，可能離得太遠就沒機會能保。倒的位置的話，相當於半張地圖了。不過掛上以後，就密碼機差不多壓好了。對，再騙一波船，你要開門戰線交傳送嗎？交掉了。落地密碼機點亮。哎，那這樣的話，另外一台密碼機也是已經壓好了，主要弓箭手這邊是沒有回光返照的。对的，沒回光返照這點有點伏筆了呀。看一下，想悶個自火沒悶到，哇，這個速度好快啊！感覺出刀很快，但小天還是翻過去了。對，小天這波真的就是靈性了。那看地窖的一個位置啊，看一眼地窖的位置，門你是已經管不到了，那就一定要攔下弓箭手。对，有飞轮，這個位置弓箭手看這個飛輪加上一根龍骨弓能操作一下，但點位被架住了，這個位置是可以種樹的。看年輕怎麼說。板子都已經清掉了，然後加速帶也是已經拉起來了。那後面這棵樹只有1棵火了，所以必須再補1棵樹。看一下這個飛輪。飛輪先躲一波火，回頭先卡板，沒有敢翻，先把板子架住。对，年景，這是年景的第2道防線。再看自火，藍火飄到右邊去，回頭給到一刀。對，那這樣的話把平局保住，讓我們恭喜 TR 獲得本場比賽的勝利，2局順利抬走，獲得最終比賽勝利。看到海地大師賽就是好看。拉锯過來的話，小迪不一定能夠找到一個能夠給小丑起到一定干擾的。對的，那麼進入到第5人格項目，由 M2C 戰隊對陣北京 WBG 戰隊，我是解說伊文，我是解說鴨記。來看一下，第一手小木屋帶的是張狂加封窗啊，這手封窗有想法的，先把窗戶封了，看一下無限區有沒有機會。還是要把板子逼掉，然後再追花瓷。板子一踩，那可以逼出來一波路易。但我覺得這波你要是拉鋸的話，我可以路易回頭撞你啊。他其實也可以拉鋸直接走，因為但這樣追的話一直在騙啊。花瓷終於是被騙了出來，交出了第一個路易，因為身位確實也是比較近。對，看一下你這個想法好像就是要追花瓷了，不去外圍找冒險家了。是的，這裡第2段路易也得交，直接騙出來沒問題。然後一會兒繞一繞，花瓷好像想過來斷無限距，但前面這個長板的話，其實還是比較難處理的。對，這位置實在是跟不上。1秒鐘就好了。看一下，來回翻還在騙，有機會嗎？翻了過來，但這個地方還是比較難博弈的，我覺得要閃了。閃震射，1分鐘直接擊倒。是的，這個擊倒速度太快了。而且直接掛到了海邊，這一把海邊有3連嗎？看一下木屋一台，海邊有一個3連可以走。有的。而且真有到了奈奈的对，奈奈是要被干擾到，這一波能猜到嗎？要不先出一刀？對，哎，出刀成功，怎麼說？裝道具，出刀騙到了。是的，飛輪把鋸子頂掉，直接來一個榮譽共鳴，救下來，哇！還得是騎士，說是，而且騎士掏下來的話，其實對於花瓷來講，它是有操作空間的。對，可以釋放一次路易，讓自己成功轉進小木屋。不急，你也要騙。他是博弈窗戶是有機會博弈震懾的。是的，這裡就看花瓷找什麼時間點翻了。剛剛翻了，先來個十具，哎呦，頂掉了。但是因為是被十具頂掉，所以小丑的一個 CD 也非常快啊，可以再次進行拉鋸。哇，這個節奏對於你來講真的天胡啊，還能干擾到笑笑。笑笑這台機子也不好修。是的，笑笑這邊是一台新機，而且海邊的這個3連求生者可能一會兒得帶着冒險家的樹葉去秒掉一台啊，不然這個中後期的3連會被守得很難受的。這把密碼機對圈來講還是有點慢的，主要也是因為這個陣容，你想大副其實修得太慢了，而且地圖大呀，需要跑圖。對，第一波也是這樣擊倒。這裡掏了一下，直接拿一刀。哇，這個擦刀好快，感覺帶着狂暴。這裡也是沒有選擇打雙刀啊，直接是去花池早點掛飛。那對於你來講，這個節奏很穩，看他二手節奏怎麼銜接了，手裡有無限距。因為他這把是帶了張狂加封窗啊，所以他在中後期以及開門戰的能力是比較弱的。對於馬西的求生者來講，這一波並沒有去調整。沒有調整的話，2個半狀態還通緝到了大副。大副是有可能成為那個突破口的。對的，好在說進木屋了，看一下前面這個耳鳴，應該是先過去把窗戶封了，然後再去追你笑笑。沒錯，把窗封掉，然後直接拉鋸。笑笑其實是不太好牽制的。這個位置很難溜了，應該是不準備交標直接倒。哦呦，還有地下室這裡主要是。
但对他來講，掛不掛地下室都行，因為掛外面的話可以守3連，掛地下室的話可以打手椅。對，但最好還是掛地下室，因為到時候來救人的只能是冒險家。沒錯，騎士不太能救的。而且掛木屋的地下室，騎士就必須到海邊去開台新機了。對，然後這樣的話，冒險家手裡的輸液相當於也是直接被悶掉了。嗯，他得找機子去開的。是，開的是海邊小屋的密碼機。奈奈也貼過來，看樣子應該是選擇讓小迪去趕緊找一台機子修了。沒錯，他們是沒修海邊那2台啊，想修木屋裡面的遺產。對，但看來的話，這樣的，但這樣的話其實也浪費了挺多的跑圖時間的。對，拖了很久了。雖然說大副確實是能做，但是冒險家手上還有50的輸液。對，看一下能不能搶開36，意識到了，直接出來攔。還有一波失據，再出一件，感覺是可以找奈奈的，奈奈這個位置還是要倒啊。沒錯，但這個地方其實捏捏可以直接換追的，就直接把奈奈打倒，那邊救下來，但是過半，他可以直接再拉鋸回去，把大副給處理了，過半的大副，就看能不能扛到。保護好。但是小迪如果扛到可以打小迪也可以的，直接放出來了嗎？是的，所以大副5秒的12元，小迪好像來不及，應該是來不太及的。沒錯，第2段表搖到，但是人可以牽起來了。那這樣的話進入偽3人開門戰，奈奈的位置也是被鎖定的呀。是的，這把小迪必須牽制起來，如果牽制不起來，可能還要被4。要不裝個無限鋸呢？看一下呢，這個無限鋸直接裝了。是的，手裡有閃現，他是可以直接鋸倒奈奈的，因為奈奈第1波救完人，哦不對，他當時飛輪頂掉了一個，還在隔牆先騙一波飛輪騙掉了。是的，意味着哇，恐懼震懾啊！沒錯，那這一波還能不能找到小迪呢？掛上前面這個位置，耳鳴應該是有點極限，能排得出來嗎？能聽到嗎？聽到了。那小迪位置大概判斷出來，要麼就在中場，要麼就在海側的位置。是的，但是他沒有無限鋸了。現在比較尷尬的是，對，先排中場，沒有無限鋸，去外面排人，往右邊走一點呢，差一點好像。哦呦，剛好繞着耳鳴邊邊走過去了。在小木屋的位置啊，捏捏現在很急，他好想撿一個推進器啊，但附近都沒有那種刷推進器的點，只能手椅了。他想去雙11那邊看一眼，想看一眼有沒有推進器。對，應該是沒有。那這樣子，小迪應該是有機會能夠跳這個地窖的，地窖就在小船的位置。對，哎，看到無限鋸了，終於有推進器了。他其實這把就差一個推進器。對，小迪好像快了，剛好能救到，能救到，完了，无伤救下来了。他不救，他不救，那没救，不急，要準備走地窖。他就是要走這個地窖，準備讓騎士掛飛了。那就看捏捏接下來這個無限鋸能否排到耳鳴的範圍。有沒有這個機會？得掉頭了，猜到了，能猜到，大概是能夠排到位置了。這地方在除草，哎，繞過去，剛好繞過去了，壞，哎，完了。那這樣的話應該是能走了。是的，非常的可惜。哇，最後這一波也確實啊，可以，但那樣的話肯定要嘗試着開2，把陶完的氣象給逼下來。對的，小木屋的一手醫生，再加上，哎，這裡是找到了擊球手了，直接開追擊球了，說是。是的。小船這個點追擊球還是要考驗這白鹿的一個雙驚喜，沉默掉了，2下直接命中，開始交，拿到了嗎？拿到了，好快啊！感覺有點延遲刀氣啊。對，是出刀的一瞬間在牆後，然後往前走的時候，引爆了他身上的3個球。對，白鹿這個熟練度好誇張，雙重驚喜上2顆，然後本體直接貼近上3顆。遠程第2段上到1顆沒問題，再上1顆。這一波應該是再繞一圈就有空中飛人了。是。繞場謝幕是好的，但很可惜刚才那個隔窗球沒有上到。對，上到的話可能配合下一波空中飛人就秒了。看一下一球打開，但是是有張狂的呀。這把白鹿沒有帶挽留，醫生已經過來了，開始扛刀。這裡想幫忙扛刀，但其實有點難。這是沒有插刀的角色啊，對，就是你得精準的把3個球全給攔到自己身上。看一下異性交出來，身位還在逼近，但是醫生能趕過來的。一顆球打開，漂亮，有空中飛人。剛剛還搶到1顆球，雙球能打到嗎？恐懼震懾，秒了一聲，擊球還得倒。那擊球這個位置還有1顆球，感覺擊球也走遠啊。對，異性過來，哎呦，差一下，稍微差點角度。如果說角度命中的話，剛這波是擊球也得倒，歪了一點點。這是騙球，飛輪交出來，再補一下，沒有倒了。我的天！
那這裡醫生能來得起嗎？84的高精度，開局1分半直接倒2個，外圍只亮了1台密碼機，我的天，白鹿這個熟練度太誇張了。是的，這就是弊端呀。當時醫生在那邊搶窗，也沒想到會給到一個震懾。對，雙球剛好把剩下2顆球直接命中了。現在大夫要過來救擊球那個位置，估計要交自癒。是的，你現在去把一個絕處逢生給交了，我覺得算是比較虧的。中後期可能會更難打。哎，這一張還在發下位置嗎？這是都開始了，說是。也是比較關心隊友啊。確定一下這個位置在哪。極限卡半非常漂亮，可以。是的。回憶還是太老練了。這裡過客也是交出了絕處逢生，想過來保一下。但你交過了自己，我可以直接處理你啊！但是這邊卡位卡得很好，沒有繞場謝幕，這個沒關係，看一下雙驚喜，不急，把你位置逼走。是的，好。那這樣的話還能找得到醫生嗎？這化險為夷時間是可以拖過去的。對，直接看到了，但身上有1顆白球的醫生能牽制起來嗎？有2段空中飛人，過來先補上一個過來沉默住，不讓你交镇靜劑了。直接回頭把醫生秒了，說是。飛輪也沒有交出來，那現在情況有點危險了。擊球到时候還得摸，但是這把是有張狂的呀，過客是只有60%的自癒進度。逃完過來的話，應該會順便給上一個暖雨，看能不能把擊球手保成一個滿狀態。場上現在應該是沒人在修，看一下這波回憶得修得非常漂亮才行。第2波救援，醫生手裡畢竟還有飛輪效應。是的，但是救下來其實還是比較難去進行一個調整的，因為紅糖鍋的沉默是非常克制醫生的。对，過來直接打到1刀，有機會拿雙倒。醫生也上1顆球，看一下雙倒沒彈到。強風推走，空調手裡還有飛輪，這個飛輪很關鍵。是的，這個板子繞場謝幕也沒交，直接空中飛人跳出來，命中！我的天，全員來打團了。是的，還想摸一下，把右手來得及嗎？打下来，但是不是爆發球啊？對，看這場爆發，气球刀，我可以彈你啊！還打嗎？還打嗎？還打嗎？得掛了，掛上，剛剛好。替換了一個掛人動作呀，那這壞了。一星落地，再去找大福，大福身上有2顆球，我的天，這把白鹿天胡局，這一波能不能直接續上節奏？秒了，手上已經沒有表了。白鹿真的就是戰場絞肉機，見誰秒誰，太慘烈了。對吧？北京 WBG 感覺全燃完了，這就是博人傳嗎？感覺整個都燃起來了。看一下這波2個人球要盡量保持上狀態，對是的，這波救人不能掉狀態，畢竟大幅下來是溜不了的。這裡又一個雙驚喜，想覆蓋住氣象的一個位置。想推波雙驚喜，無傷救非常漂亮，可以還能打。沒錯。這裡看一下想彈氣象1刀，要不先打擊球也行。哇，漂亮！在逃完還在救，一片混亂中抽空飛輪清掉了1顆，再頂一波沒讓擊球受到傷害，可以。然後第2段強風，但雙球上來了，你沒飛輪了，很難牽制。道具在 CD 中也沒有飛輪，過客仍然繼續回來摸人，一個飛輪把他逼走，回頭再掛人。哎呦！但是爆發球啊，來的有點晚了，還要再強救一波。是的，看一下救下來，大福又被上雙球溜不動啊。那感覺大福得讓擊球手發下位置了。對呀，給我刷掛了嗎？這不是？看一下擊球手發下位置來了，如約而至。哎，反應還是很快啊，老救人位。而且甚至是直接在後面翻道具，你翻得了道具，你撿得了嗎？就是說。哎呦，直接打倒！逃完還是確定沒有絕處逢生的，應該是要衝着逃完去了。逃完手裡沒道具，也沒飛輪，這個位置很難再牽制了。這一把逃完在外面破譯了3台密碼機，快樂全是隊友的，他還得幹髒活累活，又要救人，又要用飛輪去清空傷害，還要摸人，還得交強風保隊友，對，啥都幹了，什麼事都讓他幹完了。就看看到時候最後能打多少分了。哎，閃現絕招，重出江湖，第一次見一個男人卡住了，沒事兒。雙重驚喜帶走，打倒，拿到4抓。那這樣的話，北京 WBG 雖然第1回合拿到有3分，但整體來講，其實這個陣容還是比保起來的話，其實冒險家他那邊有很多的箱子，那個箱子也是可以卡的。沒錯，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開局是直接往大房方向走，還是想去找一下冒險家啊？應該是。
但是能排到嗎？空調这个位置，压冒险家位置，冒险家耳鸣消掉了，回头空調甚至沒躲啊，他直接在大房開修了，直接出來迎戰了，說是。上一把你打我震懾，這一把我直接迎戰啊！開始這波直接噴到了59的侵蝕度，還挺多。有一個隔窗，但是這裡吼的 CD 還沒好，要去干擾一下套玩破譯密碼機，然後再回頭。是的，通過變小來確定艾維本體的一個距離，確定是在追他就好了。沒錯，這裡想主動進圈，用飛輪消掉侵蝕值啊！哎，沒消掉，壞，那有點難受了。本體吼還噴到了，而且手上閃現也是好的。冒險家可能要被秒了這波。沒錯，因為下一波甚至有可能能把閃現省下來。現在只要附身落地的話，冒險家的位置其實是非常危險的。冒險家怎麼在這等着？哎，他在看，想躲，再看一下噴中，直接秒了。但是他也沒變小啊，但是變大的情況下在躲嗎？在看什麼意思啊？在看背後的紅光？有可能。那為什麼不進板呢？對啊。他可能覺得進板會被陶片封住整個板區，他也不太有牽制。但那樣手裡有飛輪也可以嘗試逼閃啊。那這樣的話，場上密碼機是接近3台，看一下求生者古董商是提前貼了過來，準備進行一波救援，但手上沒有化險為夷。救下來，如果被打到針對的話，是會非常難受的。直接附身，古董商這個位置有點遠，想吼打斷，博弈了一刀。那古董商這一回幫忙交上3棍，可是沒用啊。另一邊冒險家還是能直接過去計速，可以被附身的。但是關鍵是白鹿沒有2階，沒有2階落地的話，必須要交出這個閃現來。8秒止戈，看一下能不能噴到嗎？如果本體噴到，異色人還能有機會。等止戈結束，等止戈結束。然後看一下有沒有交閃，交閃沒問題，2階開出來。那這樣的話，傭兵前去救援，古董商應該會開台新機。這樣的話，對求生者來講，觀眾效應是還可以卡着啊。對，這把古董商是要一直跑圖了，機子修不了了。這個位置一會兒再附身一下。他就難受了呀！你除非用兵救人，你再過來幫敲3棍，對吧？哎，這個2階好像錯了。物理的，他陶片歪了一點，他沒有附身到，沒有附身到密碼機面前的那個陶片。在傳大門門口被把人逼回去，這個時候化險為直接吞掉了。是的。那這樣在原地，冒險家也沒有牽制的空間了。另一邊必須得去摸，就相當於古董商這個位置。少了大概30%的密碼機，並且還要讓傭兵過去摸。但沒辦法呀，你修臉上的密碼機，它就只能去被干擾了，就一定是在這個地方打擾你的。對，下一波掛上之後，手裡2階還能好，看下一波技術能不能找到古董商啊？如果找到古董商，這把還真有機會。那這個點位掛飛冒險家，下一波續節奏得看多久能續上了。因為這一把陶丸他沒有攜帶回光返照啊。如果說能夠針對到他去打的話，其實開門戰白鹿也會有更多的機會能夠爭奪。對，看一下白鹿這邊也在有意識控密碼機。在壓縮過客，看到過客直接開始修，應該是要準備寄宿了。不急，嚇你一下。這個點位回憶想把201窗的密碼機補開，但這台密碼機很少啊，30多。外面那台反而是更多的。這一手古董商騙了一波船。對，2階已經交掉了，白鹿現在就在等了。我現在慢慢的等自己的一個閃現好，然後或者等下一個2階。對，去消耗求生者道具也行。然後以及你們的狀態一點一點的拖嘛，一點點磨下來嘛。主要是你看過客那個位置是沒有人能去保他的，另一邊密碼機一定得搶，又意味着過客總會是團隊裡的突破口。哎，一個護腕彈走，看一下你還敢修？半狀態不能修了，得走了。但你看過客那個位置相當於是被架在那裡了，哦，抽刀抽到了。對，這一波卡紅光抽刀很舒服啊。閃現和2階一個都沒交出來，等於是平地來的哦。對，而且你上侵蝕度那麼多，可以落地了，我秒了傭兵。那到時候囚徒必須得出來，囚徒還得去交掉自己的飛輪效應，到時候可能會暴露啊。是，囚徒來救人，然後古董商應該會去壓機子。看一下壓了哪一台？想開雪人機的那台啊，但因為中場也是在給雪人機那邊傳電的。對。那這裡97，他可以直接出去攔的，直接把古董商給處理了。
但要等一個二階，想等一個二階。對，然後也等過客去貼到密碼機旁邊，98的進度，99壓好了。這邊應該是想通過遠程傳來把密碼機給傳開，先拿一刀。那這樣的話，要不要直接開呢？要直接開的話，囚徒會暴露在臉上，而且身上侵蝕度很多啊。是的，古董商點門點得慢，而且醫生確實也就在月亮門這裡有個閃現的有閃，看這個閃，說隊列起來了。 直接交了飛輪補距離，再補一個窗台，沒有閃現的身位。求穩在壓陶文的身位，但這波一定是得擊倒的，不然的話還是要平局。想直接附身，用2階落地來秒囚徒，秒掉了可以。過客的門點的超級慢，大門也在點，這裡小門38放棄了。沒事，鎖定過客的位置就可以。是，那這一把對於白鹿來說還有一個爭3的機會，看一下往哪掛呢？ 掛上以後，古董商有飛輪，手上的機關槍大概能夠交2消左右。本體可以先往中場走，因為這邊鎖定了古董商的位置，再上沒2階。他附身完其實是可以排到傭兵的位置的，就看一下要不要直接交閃，能不能交閃？這個閃，直接閃倒，飛輪沒有交出來，另一邊傭兵再交道具，彈到你面前，來得及，可以救下來。 然後2位窮者應該是一個走門，讓傭兵再繼續回來卡。對，傭兵卡中上這把還是有很大的概率能夠保平的。是的，看這把要不要直接落地呢？不能直接落地，因為直接落地的話，傭兵把人救下来，這把就保平了。沒錯，所以他要排中場，因為大門是可以直接走的。對，看一下過去，把醫生留在椅子面前，這樣的話傭兵想救人會被附身。這時候該回去了。 不過他好像不想回去了，他想把醫生留到大門那邊去。哎，擊倒，對，拉回來了。 感覺剛剛傳過去不是更好嗎？對，我覺得這樣都還有一個3炮的機會啊，有點糟糕，手裡還有電，地膠就在臉上。那邊衝門來得及嗎？電哪一手？來得及嗎？衝門了，被打到角落，有爬沒爬？好像爬不動。哇，非常的極限，爆平了，對的。我感覺剛剛直接沒想到，對，很少見啊。這樣的話，小迪應該，但是。 帶不帶，反正對面是紅蝶嘛，還是沒有完全加強的這個最強版本。對的，那來看一下，這把是2個化險為夷，氣象跟幸運兒都是帶雙彈。小迪這個點位是往大門拉了，他沒有選擇上外樓梯。對，然後摸了個機械玩偶。得要用來扛刀啊。哎，原地玩手機，還真讓他扛到了，還可以打600分。是的，那這一波太舒服了。 哎，這個玩手機扛刀還是有點意思啊！他的一個身體是斜向的，捏捏也是直接出刀。對，這個版本的紅蝶還是沒有更新過的話，還是之前老版本的紅蝶。哎呦，交了一個飛，但沒有飛過去，非常難受啊！拖刀也沒成功，下一個蝶也沒好，還得等。這一波反彈還沒好，所以應該是尾刀的。尾刀可以。 但這樣的話，應該是要考慮去看有沒有人保他一下吧。是的，哎，隊友已經給上道具了。傭兵是直接跟他換了個道具，把2個護腕給他了。捏捏這裡腳印好像跟丟了，想想不太对，要直接回來追笑笑了。是的，而且你這裡護腕給了幸運兒，那我知道你手上一定是2手空空啊。對，很難是牽制型道具，起碼不是護腕了。沒錯。 但是萬一笑笑摸了半個球，然後給了他護腕呢，那不是炸了嗎？哇！想閃現震懾，但是沒操作出來，被防到了。沒錯，那這個點位，奈奈也過來了，奈奈得過來稍微輔助一下了。奈奈保笑笑了。這一把如果傭兵倒地的話，就等於廢掉一個化險為夷。但場上密碼機進度其實還是可以的。對的。花池的一個點位已經提前卡了過來。 這一把窮者是沒有卡觀眾效應啊，因為前期的牽制節奏可能比較好吧，然後他們就選擇把密碼機都開了。他現在場上7次了。對，場上剛好剩3台密碼機需要破譯，這2台都很近。飛行家修完，然後可以去補一下氣象的密碼機，讓氣象去救下一波。因為椅子上的人是傭兵啊，所以你有沒有化險為夷其實都還好，對吧？沒關係。救下來的話有一個小堅強，都是能牽制一下的。現在只需要把傭兵給卡滿，讓他做個痛快。 就看另一邊密碼機，哎，壞了，飛得有點遠，說是他應該是想打那種無視野落地刀。是的，那這裡反而給到了一個無傷啊，你也可能得被迫去管密碼機了。這個角度要再追傭兵不太明智，只能追飛行，但追飛行家相當於直接換掛了。對，而且最恐怖的是傭兵他往大房一跑，手上一根镇靜劑，一會又是一個猛男出來救人。对，到时候又有化險为夷，化險为夷還在的。
這個要去追小迪了，这样的话应该是要去找小迪了。是的，已经有点危险了，这个節奏。看一下，要奔着小迪93、94應該是能亮的。沒錯，想要在臉上把密碼機強行點掉。這裡也是不知道在防什麼，沒翻。沒事，傭兵把自己扎滿了。是的，看一下傭兵能再摸一個什麼？如果說再是一個位移型道具，是吧？真的有奔着3旁邊的機會去。來看一下。MRC 和箱子的羈絆如何呢？壞了，是個魔術棒。是個魔術棒，說是。魔術棒的話，那就不交了唄。我魔術棒留到開門戰用嘛。反正這一波我問的，反正救下來密碼機是直接夠了。有畫像。看一下捏捏這一波的手椅，好吧？上一波手椅是有點小失誤。但這一波他沒有選擇在椅子面前升空啊，是想提前卡過來打一刀嗎？過來給刀救下來。是的，但是單刀一點沒辦法。但是化險為夷是可以把密碼機給拖夠的，甚至你下一波掛上小迪，小迪還只是一個2掛。先拿一刀，密碼機要準備點亮，直接進入4人開門戰。想回來斷一下，但是沒撿到鐵。對啊。不過還成功飛了出去，因為當時還在化險為夷期間交出了護腕，這裡要交閃嗎？能交閃，交閃就絕對沒機會了。卡斯野的碟沒有飛呀，壞了，那小迪這個位置能牽制很久啊。是的，還能再起碼吃一隻蝴蝶。不敢交，真不敢交。對的，門已經開了一邊。想交閃嗎？好像那叫什麼？在威懾，還在騙。嘗試騙閃了過來，這個地方一個蓄力刀。回頭擊倒，還是打倒了小迪。那整團 M2C 打出一波3跑，再加上剛的平局，許軍的淘汰是來到了3名。常規或者說比較趨十字形，他這樣選點的話，就導致年級也不太怕被封禁。這星兒想許願，但是好像來不及了吧？已經到臉上了。做了一個許願的動作就已經心跳了，這邊想苟一下。好。身位太近了，只能先給一刀。而且這個許願應該是許願歪了，出了一個香水，給到了一個平地刀，太虧了。年僅一個圍龍跟上，這個香水其實是不太好能夠幫助自己規避掉圍龍的。要回嗎？回了。那下一個圍龍還是可以直接拿刀。對。飛輪還有11秒，有可能要直接秒。這一波。你的願力馬上就跟上了。是的。因為你只有一個飛輪的話，其實是不好去操作掉這個圍龍的。對，這樣的話也是飛輪剛剛好的一個時間啊，就給擊倒了。弓箭手來了，交互劍命中要害。是，前面還可以進到板子。是的，這裡奈奈，哇，還砸了個頭。一個砸頭。那這一波給到了年僅很大的一個干擾啊。那救下來，他 CD 龍骨弓 CD 又好了，你還得再拖40願力的這麼一個時間，還是沒有辦法處理，是得去外面追一下，給到一些壓力啊。這裡是想交後側壁弩，但還是給到了一刀啊，有點虧。不過既然都這樣的話，看有沒有機會拖到迅兒交志喜吧。不過直接選擇交出願力，那這樣的話年僅前期的願力虧了非常多啊。雖然是打了一個秒倒，但是被弓箭手保下來這一波還是難受的。對。接下來就看一下年僅的這波手椅。大副提前搖表的話，還是很難去打出來什麼節奏，就只能等他搖完3段，正常的把人扯下來。沒錯，只能在椅子面前看着他。對。還要小心自己不能打到椅子，是打到了大副，沒錯。那這樣的話救下來，迅兒這裡，他先追了一下大副一刀。那其實小迪手裡還是有個飛輪的，對。那這個飛輪能不能讓他多拖一個籠子？感覺他是想強行帶走啊，並沒有說往一些板區裡面轉，強行先帶走海邊。這樣的話，隊友大副可以快速的去補海邊的一些密碼機。對。剩餘的遺產都比較聚集在那個方向啊。那看一下這裡花刺已經貼過來了。是的。那弓箭手手上的密碼機是40，如果說這一波花池能夠卡得死一點，把人救下來以後，再讓弓箭手過來保一下的話，還有點說法。但是第5台太遠了。對，弓箭手修的也是海邊的，剛好是一個對角線。這裡直接選擇交一個路易，然後拆掉一個圍龍。對，那應該會提前交一個路易再救。不過這裡年僅是沒有給他這個機會了，直接選擇出刀打了。
哦，在最後一秒的話鑽了過去。嗯，這一波就得把飛輪交出來了，因為再省也沒有意義了。哇，但這邊一個後撤躍龍，非常的精準，對距離的把控得很好啊。那求生者可以開掉4台密碼機，那還是差一整台，而且外面的一個狀態都比較差。最恐怖的是年景這把是帶了通緝的，而且3個窺視者都在，他如果通緝對人了，他是可以直接傳送出去的。那大副1/4狀態大副直接傳了。大副的話剛想往海策那邊去貼一下，那這裡被迫要趕緊把表交出來。笑只有最後這一個表了，年景是可以承受得起的，他可以慢慢等月曆，然後等你這個表效果結束。對，那第3段表就不要讓他搖了。你外面差一整台的話，起機的一個速度沒有那麼快。是的，而且求生者這一把其實已經不太能夠救人了。對，因為你看弓箭手這把是沒有帶回光返照的，莫尔斯這個狀態，他只要被攔截到一個方向，他是一定救不了人的。角落和大船兩邊哪裡放手，年景直接去攔哪裡。对，那看一下是角落這邊放手了，所以說直接往破船的方向去牽。沒錯，那這個位置大船上面還在修，他是可以主動出擊去攔一下花池的。感覺他已經知道這邊花池某是一個方向了，衝着這邊就來了。哇，排人排得太精準了，這個地方交出了路易，但也救不了了，距離很遠。而且密碼機差很多。是的。可能自己這邊就是要倒地了。是一個失距，想頂刀，路易結束過板刀。過板抽倒。那現在傳送還有30多秒，這裡可以把人舉離這個密碼機遠一點，然後舉到中場，看你開不開。你開的話我就放下來，你不開的話我可以找機會直接掛上去，等到傳送馬上也要好了。其實現在手裡傳送也就只剩下17秒鐘了，看到在那邊是鬆手。但是又很精準的直接貼到了大船，地窖就在船下。是的，那這樣的話，莫爾斯是一個新上掛的，年景看一下這波排人排得如何吧。現在有點想撤銷前面的那個底牌。哎，但是感覺他性格真的特別靈敏，他知道你的一個具體位置。是的，飛輪過來，一個後撤秘弩，還可以再補一個龍骨弓，進入撕裂狀態，但是沒有交。刀。是的。但是隊友那邊逃來進度還有很久啊。對，主要還是莫尔斯。哇，一個後撤躍龍過來，並沒有來得及拆掉這個圍龍。那是完成了一個4抓。上來這個4抓還是有點沒想到的。其實前期的一個追擊節奏來講，我覺得比較可惜的點在於什麼呢？就是求生者這把密碼機是不太夠的，哪怕幸運兒掛飛了，他們是修開了4台。但是你說我看要不要帶時長？就是覺得反正大船不管這，基本上把3次象屏交出來，時間就可以拖很久。但這邊已經有心跳了，阿策選擇交陳雲拉距離下去。對，直接下去了，進入到了這塊的一個單板。他這個牽制思路是比較少見的，正常會往下面跳，然後再陳雲上來。不過面對割據的話，可能還是覺得擔心回速吧，選擇拉直線會好一點。那這下一個得捏強風了，如果再捏陳雲的話，道具消耗的就有點快了，強風吹了很遠的距離。下一塊板區，看到吳昕果然是把密碼機讓給機械了。對，但是來到船下，發現隊友在牽制，那這樣的話，阿策就要被迫離開大船了。他吃一刀的話，帶走手裡還是有一點道具的。最後一點氣象屏，看一下怎麼飛呢？從這裡直接飛到海邊下去，但是白鹿防到了一個移形。你也在這裡等着你。是的，直接舉起。那這個位置的話，其實吳昕的密碼機是很少的，因為他前期給機械師讓了密碼機。对，到現在就修了10%幾嘛。不過整體的量加起來的話，還是能接受的，因為機械師是雙修的，而且這一把求生者壓力不太大，通緝也沒通緝到守門人。對，只要機械跟娃娃一直在外面修的話，它整體的破譯是不用擔心的。是。大船一台，船下一台，這把密碼機分布得很好啊。對，因為它娃娃的那台可以去補機械師本體一開始的。而且看起來的話，也有點想過來救這個人啊。他是覺得我先把化險為套上，那我沒有回光返照這個點，後面不太容易被你針對。是的，就不會成為伏筆了。是的。我第一波交出來，那就還比較舒服。但是問題是，守門人這一波也等於沒怎麼修啊。他從船下，對，他從船下那台20一直到這裡氣象要2掛了，他密碼機只多了10%，這是很虧的。但是赤紅來了，赤紅這一波看一下他，哎，隱約斷了，很可惜。那赤紅能反應過來嗎？一個飛輪，續刀也沒有打到，手上還有後撤秘弩可以操作。
沒有逼出來他的一個道具啊，那這樣的話可以穩定拖時間的。那這個點位應該是一個瞄準要害的觸擊了，命中，再幫忙扛一刀，扛到，沒有扛到，但是沒有關係，臉上的板子還是挺多的。從自己的話沒有掉狀態就可以。但是因為龍骨弓的 CD 是比較久的，他瞄的有點久了，讓他舉到了一個離椅子比較近的位置。那這個地方赤紅有個壁弩，再補一個龍骨弓嗎？沒補上。我另外一邊是無心貼過來要去救的，因為還是想再套一個化險為夷。是的，套上化險為夷，這一把的密碼機可以到達一個4台半，就是氣象掛飛那一波，應該是一個4台半左右。畢竟地圖比較大，卡莫內本體是去補一台比較少的。哎呦，不是，主要是他不是下鏟過來救，他是走過來救，那他救人沒那麼快。对，被白鹿守到了一個震慑。本來是沒有翻盤點的，但現在有了，因為臉上這台是遺產，而且還有個半狀態，還有個半狀態啊！過板直接打到了弓箭手，兩個人好不容易挑起來了，又殘了。是的。那現在再掛上无心的話，沒有人能救這個人。然後兩個人又要去外面繼續調整。對，臉上還是一台大遺產。應該是要讓赤紅去找一下娃娃進行一個調整，卡夢卡在臉上不給，不要被發現，直接切閃。很果斷，來不及過去啊！他剛剛在調動娃娃去修船下，那這樣的話就算閃了，有一個飛輪，感覺得搏一下了。怎麼說要操作一下嗎？應該在看出刀啊，但是沒有交出來，沒有博弈成功啊。那這樣的話還是雙方打了一。夠快的話，還是有。往附近去探一下，不過這樣應該雙倒的話就會有點虧節奏。來看一下，已經進入到了追擊雙雙驚喜的話是沒有命中到的。哎，這裡打了一刀回頭了。但小迪確實他是意識到了什麼，就在臉上。對，小迪確實在中場。這裡狩獵本能斷嗎？好像沒有再回頭的意思了。年僅只能被迫看到前面的傭兵，不會追傭兵吧？追傭兵可難追了。太難受了。而且兩波都沒上到球。主要視野遮擋還是比較大的。你前期沒有空中飛人的時候，他跟你拉距離，其實你不太舒服的呀。對啊，就一個呼喚出去就已經比較難受了。而且你還要卡狩獵本能，直接交移形。那這裡有個上雙球的機會，上到了。到了。先拿一刀，看你翻，你翻完再補雙球，年僅熟練度太高了。哎，這邊沉默掉了他的護腕了。是的。哇，這個擊倒時間非常快啊！10秒之內連拿3刀，這是。移形之後，這個人好像就要倒了。對。哇，非常的難受。還好最後一刀沒打出來。打出來的話，這裡年僅只要守一波乙就可以開2階了。對，但現在對於他來講還是比較舒服，因為傭兵的護腕全都在他臉上給用掉了。對，所以說下來的話，基本上就是一個穩定的白板。是的。而且還通緝到了空軍的一個位置。那現在這個點，求生者的壓力還是比較大的。看一下，拉扯一下，讓誰過來呢？主要是這把外面沒有化險為夷了。對，現在得貼過來了。這個淘汰進度已經快要過半了。2個球都上到了，能不能在？這邊想躲槍啊，感覺。是的，想提前拿一刀，打到了。哎，這個位置躲椅子後面躲掉了。是的，花池這裡交槍有點急，那傭兵也走不了啊。是，本來是想靠着那一把槍的眩暈拉走，我給。是的。是，主要這邊也沒辦法了，你翻回來不翻回來都是要被擊倒了。其實我在想，剛才槍已經空了，他有沒有可能說直接去追空軍，先把空軍打倒？因為傭兵3個護腕是全交完的，但那樣的話優勢可以更大一點。但是年僅還是求穩了一點，對，沒有像上一局他的跛腳羊那樣強行去打一波雙倒。就這樣看的話，密碼機進度還是差很多的，而且這一波救援也沒有化險為夷的存在了。因為小迪手上的輸液只有50%，這一波直接掏了下來，而且奈奈是給到了一個無傷救，還可以爭回了一點節奏。這一波對於求生來講還是會舒服一些的。那等冒險家的輸液挖出來的話，他們還差1整台密碼機。是的。就看一下下一波的通緝以及這個移形怎麼說。通緝到了冒險家78的密碼機，那直接過去的話，他的這個輸液是用不出來的呀。對，78的密碼輸液，這等於說封了1台機子在。對，本來差1台，現在差2台。而且你冒險家只要上乙，
誰來救人我就打誰。哦，但是飛輪清掉了一波光球标記。是的，但可惜这边二阶的攻势还是很猛啊，不太好走啊。对。等一下下一个绕场谢幕。 感觉要被架在这里，等后面的一個 CD 好之後就要倒在這兒了。沒錯。哎，封一下板。那把78的密碼書頁給壓在了手裡。而且掛回來的話，還正好是奈奈這台密碼機。哎，但是奈奈這裡有沒有機會操作一下？撿起來立刻救人，然後秒開密碼機。撿起來了，但是能不能沉默住啊？不讓。 但是有強風被吹走了，但還是開掉了。是的，那這一波掛臉上反而不賺啊！說實話，給到了球上點亮密碼機的機會，再復用一下，能不能上雙球？對，現在就是看在壓好密碼機之前有一個手野的話，還是能夠多抓的，因為大家的狀態都很差。是的，但是冒險家可以變小在附近卡着，這裡年僅選擇再次把人往密碼機的邊上去掛。是的。 哦，哎，放下來了，但那台密碼機是壓好的一個狀態。沒錯，放下來逗逗你的呀，看看你開不開。拖一拖自己這邊技能的一個時間嘛。然後把自己的移形的技能也給拖出來。因為他知道我掛上，你一定會來貼點救。對，想打一下針對，但求生者都帶了回光返照。有一個加速。上到了雙球，跳過來紅球沒有上到，還能躲嗎？ 那這樣兩邊貼門其實都還是要一定時間，剛剛都是在臉上的。但是小迪這裡是2掛，還可以再救一波。花池感覺可以硬點吸引一下注意力，年景也是直接選擇移形過來。對，感覺可能簽完之後的話，這個門就管不住了。但是花池這邊帶的是雙彈啊，沒有飛輪。對，沒有操作的一個空間啊。那這樣再把它簽回去，再小迪的話，其實也走不了多遠。沒錯。 這裡掛上空軍，然後再掛小迪，這把哎啊求了一下穩，覺得你這邊快要自癒起來了。是的，那就往外爬。那年景還能掛得上嗎？這邊的話，這個窯洞的進度也掛上了。對，而且這邊還有地下室，有椅子還是非常多的。嗯，沒錯。那感覺這把應該是要奔着一個3抓去了。這一把的話，冒險家還是非常關鍵啊。雖然說後面被通緝到沒有第一時間交出來，但是後面隊友角色，那你爭上線呢？難位置，而且剛好堵到了，是拖很長的一個時間的。來了，直接奔着大房走，卡夢走的外側的樓梯啊，這個位置應該是可以先上樓的，但是遠程已經上到了一個黑球，第2段復用沒有上到，距離拉的還是比較遠的，而且提前下板給自己蹭到一個板彈。 落地以後又可以雙彈拉回到花壇的位置，就是你用雙彈牽制監管者的話，一定是讓他越早進入 CD 越好。這樣的話，你等你刺完1刀，說不定下一波的 CD 又好了，然後再補一下道具，可以最大化的利用上你的雙彈。這雙重驚喜直接拿到1刀狀態了。是的。 這個地方可以直接交移形，但是白鹿沒有交，應該是想等一下雙重驚喜的 CD。空中飛人跳下來落地，想上一個球。這裡有機會繞場謝幕補上嗎？沒有，是選擇移形過來交白球。飛輪，對的，飛輪沒有按出來，那比較可惜了。這一波如果能夠飛輪清球的話，他的反彈、雙彈都好了的。對，直接去前面去交互就可以了。是的，可以反彈再繞一圈，然後再交雙彈的。 看一下這波救援，那吳昕過來看一下白鹿有沒有機會在手椅上掙到點東西啊？但這門口的話已經上到了一個乾冰標記，沒錯，而且上到了2顆啊。對，左邊一下，右邊一下，一個護腕彈到椅子面前，看一下想嘗試拿1刀打到了傭兵，卡夢這裡也沒有。 往窗邊靠啊，是想着直接帶離遺產。對，但這邊走位的話稍微躲了一下。然後快倒地的時候幫隊友去連了一下電。沒錯，這樣的話給他們安排上最後剩下的幾台密碼機。而且冰礦的話已經是就位了，準備去2救，不過看起來他還是要牽回去啊。倒得不夠遠啊。對，這個地方下來，他可能。 不管是連電還是前面的下板，都是耽誤到了一定的自己移動的行程。而且聖紅這邊的話也是一直在跑點，因為剛剛以為要掛到那個破窗。是的，能沉默嗎？沉默到了。
那這個地方不敢翻呀，翻可能要被震懾的。不還是走常規。飛輪想清球，清失誤了，還好双路清洗没好。还是成功把花显微套上，不过被打了一个双倒。没错，那现在就看一下卡梦能不能利用这个队友拉扯的时间多牽制一會兒。手裡有飛輪有電。一波反彈，再交飛輪，前面沒有敢翻，先回頭電了一手，但是空中飛輪跟上。哇，還是在花顯微期間打倒了，沒有拖出這個時間啊。那這樣的話，外面密碼機差的還是比較多的，而且赤紅就倒在中場的一個位置啊。這邊排得非常的準，這簡直就像透視一樣，直接就排到了，而且還可以掛地下室。對，這就是我們剛剛講，他可能是想把這台密碼機給開掉吧，但這樣的話就會導致撿起來就進入到地下室了。是的，那現在有點壞了。求生者的密碼機差一整台，然後右邊的狀態也不太好，而且剛剛外面兩台密碼機起量，對於白鹿來說，知道你們的位置都比較遠，是的，直接可以就壓出來。已經火災這個位置是絕對沒法救人的。哎，但是白鹿好像沒看到位置，還是發現了，離得太遠了。那這樣又要調動無心那邊過來，但這樣密碼機的話就有點停滯了。是的。這樣的話，無心騙一波是想給到赤紅有一個能夠拉近身位的機會，但是赤紅還是會被卡在那。對，阿瑟沒過去。對，還是卡在那裡，感覺要賣掉這個人了。是的，腳印也看到了。那現在賣掉的話，密碼機仍然是不夠的呀。對，那需要阿瑟牽制到至少密碼機壓到98。還在騙飛輪，確實是騙了出來。那下一波雙龍經濟好了，看一下能不能找機會上雙球呢？哦呦！雖然堵了，但是我的分身還是可以在你前面釋放的。那這樣的話，密碼機那邊是不敢修了，而且差的進度也比較多。沒錯。那現在白鹿追了這麼一會兒，看一下看密碼機停了，要不要放下來呢？感覺是要放下來去穩健的再去排一下傭兵的一個位置的。對，因為其實對於他來講，他是能判斷求生者當時插的是一整台。對，而且傭兵中間還鬆過手，所以說這台密碼機肯定是修不開的。排了一下左邊是沒有，那現在他就確定了，我左邊既然啥也沒指到，那就說明人可能是在右邊。對，這裡已經起了耳鳴。剛剛把阿瑟也是牽到了一個離密碼機比較遠的位置。是的。終於是看到腳印了，無心一個護腕也是有點小失誤。對，沒有彈出一個非常遠的距離啊。這邊的話，哎呦，倒了。柔韌度非常的高啊。那白鹿是即將又要完成一把試抓了，因為那邊阿策的位置是知道的。你就算交，你不交自己，我也是一個一心一回去；你交自己，我也是一個一心一回去。然後移形過去之後呢，再定一下你整體的一個位置，沒錯。然後再加空中飛人，剛剛拉的身位已經馬上就被我貼近了，已經看到腳印了。手裡的話甚至這個排人用的雙龍驚喜還能複用一波。哦，這邊選擇燈下黑一波，但是沒黑住。哎呦，白鹿進來是直接就看向了右邊，他太了解了。主要是你不可能憑空人消失了，對吧？對的，再次完成了一把試抓。那也可以看出來了，馬西的跑一個確實是又是對面的角色，像飛行家你不克制他，把窗給封了，然後讓你們如果說直接追入殮的話，節奏就不會特別好了。好，還是衝着入殮失去了。對，因為他畢竟是有一波自己的反生這麼個操作的。入殮然後甲門，這一想順路來中場逼一下。對，干擾一下逃脫大師，反正入殮師的轉點也會進入到這邊的板，那相當於是把兩個人都往這邊去趕了。這些都是小細節啊，如果你跟着入殮的腳印走的話，那中場他就爽修，那你稍微中場繞一下，但是你花的距離是一樣的，反而能夠拖到求生者的破翼一勾，哇，這個預判勾，傳傳直接勾到了。是的，一個卡紅光的倒車勾啊，小迪也是沒有防到，所以第一刀拿的還比較快，手上一星還有2秒鐘，鈎子還有4秒鐘。這一勾看一下，先交移形過來，那到了大平地上，車到了，哇，怎麼說？還是一定要被撞的，沒辦法。是的，這個電車哥哥是把欺負求生者的鹿頭直接給撞暈了。對，那這邊的話就多拖一點時間嘛。但是沒有利用這個時間直接反生，哎，我覺得移形在 CD，然後鈎子也在 CD， 人還暈了。對，如果直接反生會不會好一點呢？說他可能考慮把他牽回來加倒計時的一個，哦，他是沒有選擇反生。對對對，他是想讓
队友先救一波。這樣的話还可以用上逃脱术嘛，逃脱大師的逃脱術多拖幾秒鐘。但笑笑這個位置比較危險，看一下他好像有點不太好貼到椅子。對，這裡其實打一刀被動再勾回來，勾夾子上是有機會冲過半的，但是躲得很好，笑笑。但這樣還是容易過半啊，因為你的身位離椅子特別遠。但是飛行家來了，趕緊過來！哎呦，打一刀哇，還是讓逃脱大師把化险为给套上了。沒錯，但是飛行家半血就虧了呀，因為你飛行家半血的話，你就得去找隊友調整，不然你下一波就浪費觀眾效益了。一個砸頭，不過只要我覺得他們能救下來就好，因為小迪的2救是不需要人來的。對，就是浪費觀眾效益，就是得自己反生一波。看一下一勾了，那么更長的一個時間，我直接倒到角落裡。然後一會反生，反正你的移形還沒好，而且你監管者也沒開2階，直接反了，這個距離是非常遠的一個對角線。想要趕過去還是要花很長的一個時間的。是的，甚至你到好像要過來進行陪跑了，已經開始跟他打層數了。這裡無敵時間還沒過，已經在疊激勵了，但是裡面有夾子，還好。應該是知道的。對，他用無敵應該是直接把那個夾子給沖掉了，消掉了。對。那這樣的話，直接幫忙扛鈎加陪跑。對，不過這一波奈奈應該是跟小迪有分開了一下，所以前面沒有續上，能勾回來嗎？哇，一個小加速躲過了這個鈎子。對。那這樣的話，感覺疊滿可能是既定事實了，對，沒有辦法反制了。而且能把小迪的飛輪給拖出來。但是密碼機最後一台差的還挺多的，這裡要不要考慮先處理？哎，直接一個過板刀強過，然後再接着跟。那接着奈奈要幫忙扛鈎了呀。對。這扛到自己的下一波機翼能繼續疊的時候，又開始疊了。扛到。鈎子已經扛到了，飛輪躲刀。這樣的話。再接着跟一下小迪。能斷嗎？這機力6成，斷了影響似乎也不是很大，就重新疊，反正。主要是小迪手裡有飛輪的情況下，他是能夠自己規避。這我得先把人打倒了。然後看一下密碼機的抖動情況，年僅覺得密碼機不夠，還是繼續追擊。但是你的鈎子沒好啊，等下一波的無限鈎，小迪也是瘋狂的繞這個模型。外面的話是2個人一起在修，看小迪能不能拖出來拉。飛輪好了，能勾嗎？沒有勾到，翻過去了。是的，但這個短板還是有機會能夠直接打倒密碼機77。拉隊員也是沒能夠爬起來啊，不然爬起來的話還能繼續幫忙扛一扛鈎什麼的，扛刀。這樣密碼機其實就差幾%了。對，能夠直接亮。但對年景來說，手上有底牌有移形，看一下能否趕緊處理臉上拉隊員，因為他是明確這個人是沒有絕處逢生的。對。他要是半血的話，他是吃回光返照起了，但他滿血就一定是自己交了絕處逢生，可以打倒以後再傳送管另外一邊的門。但奈奈一直跟他拉的一個身位非常遠，而且手裡還留了一個花球啊。是的，這個點位先放夾，然後封住窗口不讓你走，反向拉鈎，這個地方有沒有機會夾？勾到了，打倒傳送是來得及守門的，年景他沒有絕處逢生，傳了。那另外一個的話反應8%的門，對，有一個人已經在往中場往回跑了。是的，那個往回跑的人他還不能點門，他必須得去先管人。那年景這裡想去處理一下回去的人，給飛行家一個拆夾子的時間。能摸起來嗎？看一下這邊應該是可以摸起。哎，沒拍到耳鳴，他以為沒來，那壞了，那還不如剛才直接追飛行家呢。其實他得追飛行家的，追飛行家說明目的沒人點，一定是在摸狀態。對。那這個鈎子一空的話，球身是能夠平局的啊。另外一邊直接點目的門管不了。是的，那這個點位，奈奈手上還有一個花球，甚至飛輪要好了。地窖在哪？在中場有機會嗎？不過花球這樣交的話，應該是不太好走這個地窖了。一勾，年景勾到了，然後手裡有飛輪躲了一刀，但是進不了板。沒錯。但是飛行家有一個化險為夷，你別說，求生者還沒有直接走。但這個門主要是沒有點過，對，比較遠。對於他們來講，平局就已經能夠接受了，本身就有一個6-3的一個優勢。沒錯。現在又打了一個2-2出來。那這樣的話，GR的求生者就必須要去爭一手4跑。4跑才可以了。是的。這把年景其實在學校門那個位置，他布一個夾子，然後因為他手比較長啊。對。一個紅雷霆的旁邊。
你這邊失誤，另外一個人得摸他，得給他餵多弗林。所以白鹿選擇直接往墓地來追一下阿策，拉队員。先開門，直接交藤蔓，這阿策能意識到嗎？直接交一個花球，取消了花球。倒車，不過自己卡到模型上了，有點虧啊。然後阿策發現你人繞過來，那可以往前走，直接去鑽你的這個門。對，而且這個門的話還消失了。對。不過這樣的話是直接把2個花球全都給逼掉了。是的，但是藤蔓也沒好啊。白鹿第2波是被迫再次選擇了一個開門，所以如果當時選擇藤蔓的話，阿策這裡是有機會拿1刀的。但是你要交藤蔓的話，你就得翻窗，這是個兩難的選擇。手裡的話有碎石，躲掉一个。邊上放煙花了，也來了一下。是。同時釋放，那這樣你要躲碎石的話，就要本體吃1刀。對的。而且剛剛跟卡夢直接貼過來，激勵已經斷掉了。沒錯，那這個球應該得踩了，不踩嗎？想要交移形了。是的，交移形還有一個爆發球的機會嗎？看一下，震到了，那只能幫忙扛刀了。爆發球交出來。打1刀，扛1刀。這樣的話，拉隊員其實可以去找一下枯丑幫忙帶走啊，因為白鹿這把的充能不是特別多。是的。這一波必須充能自然交易啦。還在倒車。2個人已經走了。車尾燈都看不見了，還在倒車。已經走到獨棟去了。這把其實比較可惜的一個點是拉隊員沒法喝多弗林，這是比較可惜的。不然的話，拖的這個時間是他回狀態。不然的話，他是可以喝完再來操作這一波。那白鹿前期這一波就等於是完全白追，而且窮者的道具還挺省的，你別說。就調酒師給到了擊球手那邊，先給了1瓶多弗林了。然後恢復到一個破1狀態。哇，這麼遠的距離，但是很可惜沒有。不過前面是一炸倒，是的，他沒辦法躲了。他本身帶的是個單化纖維的天賦。2台半的密碼機，姍來遲的一球比較可惜。是的。這個點位應該是打算讓卡夢卡着了，對。但是外面的人也在動啊，光榮效應好像沒有直接開修。枯丑。枯丑也沒來，卡夢沒有化纖維一樣。這一波如果救下來打到針對的話，那就有點虧了。而且救援壓力也是有的，震了一下，是的。這一球重金之戳，哎呦，扛到了，很完美的一次救援。手上一個充能開門，那這個地方可以繼續開寶。這麼說，碎石躲掉了。卡夢一球打暈，哎呦，還有個飛輪啊！覺得不能，這個時候千萬不能換節奏啊！是的，還是要跟緊這個拉隊員。而且2個隊友一溝通下來，還可以繼續幫忙打。卡夢的球太多了，保了這麼久，還有2顆，沒怎麼踩過他的球啊。是的，白鹿這裡感覺已經不太好處理了。這個藤蔓卡夢一定會扛的，對，會纏到他身上。對。打倒他，看 CC 的2階。那拉隊員2個花球，要不要直接？移形完了，可以直接交花球了。但是這個藤蔓，是的，感覺交晚了。對，他其實看到那個移形的門，一瞬間就可以拉走了。是的，看到門的一瞬間，雙花球直接拉走，這藤蔓是追不上他的。對。哇，這一波白鹿還是非常清醒的，因為一旦換掛的話，外面拉隊員調整狀態，手裡還有一個化纖維能夠交出來。沒錯。那現在枯丑有一個化纖維，調酒師也有一個化纖維。這一波救援的話，感覺白鹿下一波是不是有可能切個興奮什麼的來終結拉隊員啊？因為對面控制還是挺多的，但是 CD 還不太夠。看一下這波手移，從在臉上騙，一球先打，輔助了一下，但是震到一下，到的是擊球手，但擊球手有多弗林，所以這一波，哎呦！再來一個肥胖，那這邊上來又要浪費你的時間，因為每次過來你要確定他到底翻沒翻下去。是的，你得看一下角落。對，然後外面的話，枯丑一個人猛猛修機。好像停了。這一波應該是找新機、找遺產去了嗎？然後枯丑過來幫忙 OB， 這樣的話，哎呦，肥胖流了。過去了，現在枯丑過來，枯丑能夠直接把阿瑟帶走。是的，哎呦，擊球手也扛一波。對，此路不同。那現在如果交藤蔓的話，好像趕不上啊！只能趕一波路，但是身位還是很遠。那藤蔓交完，那吳昕可不就開推了嗎？推進器。或者說現在也不着急啊，2個人身位實在太遠了。是的。
先疊一下陣，哇，陣。那這裡卡夢又來了，再來一個回防流。是的，密碼機已經70多了。是的。這裡開門人往的一嗎？站真沒辦法。感覺節奏雖然很差，但是嚇倒了。盾的一個正擊。對。而且擊球手好像在摸人，他是不是過不來？地對空導彈呀！對，他當時是在摸人的，所以說他沒有辦法第一時間過來，這個人掛飛了。主要是隊友也沒想到啊，因為這個2樓，因為這個密碼機已經夠了，98的時候把人給擊倒了。對。那這邊的話，確定有一個壓機的人是在這裡，是一個調酒師。是的。那現在看一下能不能再把赤紅給留下來，因為他手上只有一個飛輪。飛輪，但是這個距離還是要被打倒。然後這把沒有回光返照的人比較多，所以說開門戰大家的狀態也都比較慘。對。那這裡掛飛了赤紅，雄者離開莊園。對，恭喜 MRC 獲得本場比賽的勝利，也是拿下我們2025上海電競大師賽第5人格項目的冠軍。就感覺整體看下來 ，MRC 今天狀態確實更勝一籌啊。對，尤其是白鹿這邊吧，我覺得每次他的一個後手上場都是頂着比較大的一個壓力，因為前面都是球生被多抓了嘛，但還是能夠完成的很好。是的，是的，而且這一把他的一個整體追擊，其實前期已經被球生的感覺搞得有點炸毛了。對，一直在拉扯你。对，如果是我在那邊打的話，我可能在2分鐘前已经左上右下了，你真忍不住，打得太痛苦了。对。那麼我們再次恭喜 MRC 戰隊獲得2025上海電競大師賽第5人格項目冠軍，恭喜！讓我們再次把掌聲來送給 MRC。好的，讓我們的冠軍隊員有請來到舞台中間，來到前側。各位來到舞台前側這條線上。好的，我們再一次現場的粉絲朋友們，把我們的歡呼聲和掌聲來送給我們的 MRC。好，那接下來我们要請各位可愛的隊員們依次和所有的第5人格的粉絲朋友們一起來 say hi 打招呼，依次來打招呼。我們從第1位開始。我怎麼第1個了？喂，大家好。我們可以介紹一下自己。我是小迪。大家好，我是白鹿。大家好，我是娜娜口。大家好，我是笑笑。大家好，我是屯。搞得不認識我們一樣。好，今天教練也是着實幽默了一把啊。那我們先給隊長好不好？好，那想要問一下。我先給小迪好了。好，小迪，那今天的話，在最後的決勝舞台上拿下比賽，特別是今天的決勝舞台的話，可以說是有很多四抓的搶眼的這樣的一個表現。覺得今天整個隊伍的發揮如何？誇一誇大家吧。還行，白鹿打得特別好。好，那下一棒就交給白鹿好不好？好，問一下白鹿，今天的話，我們也看到現場有非常非常多支持你的粉絲們，我們來到現場，想要看你去有一個很好的發揮。可以說今天其實，在作為後手的這個監管者，你的壓力還是挺大的。當時是怎麼去調整自己的呢？就是努力打好，然後爭取不失誤。好，我們再給到下一位。好，哎。我們接下來要問一下，有什麼話想要對我們所有的第5人格的粉絲朋友們說，以及現場所有來到我們上海靜安體育中心來看各位的朋友們說的呢？加油鼓勵的話。謝謝大家，就是這麼不遠萬里來看我們吧，然後希望把我們這份喜氣也分享給你們，祝你們能達成自己想要的事情。好的，我們再次把掌聲來送給我們的冠軍戰隊。好，那接下來也要問一下小迪啊，那其實今天的比賽過程對於你們來說是非常愉快的，而且呢，我們在這個賽程、你們的常規賽和這個季後賽中間有這樣的一個比賽，對於你來說是首熱的一個很好的機會。那對接下來你們自己的比賽的規劃，包括歷程，有什麼樣的期待，想要反饋給大家嗎？通過打完這次大師賽，我們感覺就是可能和常規賽裡面碰到了一些平時碰不到的，然後也讓我們就是獲得了更多的經驗吧。感謝這次比賽，讓我們就是比之前打得更好一點的會。
然後会利用這些經驗，然後爭取在季後賽中打出比較好的成績。好的，非常感謝小迪。再次把掌聲來送給我們2025上海電竞大師賽第5人格的總冠軍 MRC 戰隊。那接下來也是我們非常隆重的冠軍頒獎儀式。接下來要有請到我們的頒獎嘉賓，上海市電子競技運動協會秘書長朱慶景先生為我們的冠軍戰隊頒獎，有請。打成這樣是该吃點東西了。聚光燈下的每一場對決，都將是各位選手成為傳奇路上的一道歷練。再次感謝各位的親情付出，為我們帶來如此精彩熱血的電競比賽。接下來有請我們的頒獎嘉賓和我們的冠軍戰隊合影留念。好的，非常感謝我们的朱庆景秘書長，有請移步台下繼續觀禮。好的，那我們再次恭喜到 MRC 是成功拿下了2025上海電競大師賽的總冠軍。接下來有請我們的冠軍戰隊再次回到你們的獎杯前來捧起你們的冠軍獎杯，享受屬於你們的榮光。那麼至此，2025上海電競大師賽已經圓滿落幕。賽事有終章，但熱愛永無終場。再次感謝所有現場以及線上陪伴我們的觀眾朋友們，感謝各路的一路相伴，讓我們銘記今夜，期待未來。下一段傳奇，我們上海再會，再見各位。